时候，那台湾主要是流行什么样的表？那你有没有收一样的表？或者是如果没有的话，是什么原因让你选择 AP 这样子？我开始玩表那时候，台湾最盛行的，还是 PP 跟劳力士。那只不过 PP 那时候盛行的，并不是在它的精英，那是在它的一般的所谓的圆形的表款，它的年历、它的万年历、它的高复杂功能。我那时候只要前辈手上只要有一只这种 PP 的复杂功能，我们都是抱以非常非常羡慕的眼光。那个年代它是没有配表的情况，劳力士的话，它在经销商它的确是也不是配表，可是它是有超定价的情况。我觉得从那个年代到这个年代，我评价这两个品牌真的还是蛮强的，就是唯一不变的这两个品牌的热度都还是有。我那年代还有一个品牌蛮热的，就是沛纳海。因为沛纳海那时候刚推出的表款大概都在大概10几万左右，那也都是用所谓的伊塔基芯，那所以对想要入手的这些新手来讲，我觉得是个蛮好的入手的款式。那 AP 在我那个年代，大家都知道它，那也推出了所谓的8大天王系列，然后到后面当然也就断掉了。它的能见度还不是很高，那当然大家也知道，那时候那个年代的皇家橡树迪案，它的价格是不便宜的，一支定价我记得是胶圈的大概就是69.8万左右。那你假如是钢圈的，那再加上鲨鱼鳍表带的话，大概定价几乎都70几万，将近80万。以那个年代来讲，想要入手 AP 的人，真的非常非常的少。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这么多只表，有没有其中的几只是你最喜欢的，或是你最常佩戴的？那原因有什么样的原因这样？我目前最常佩戴的还是这一只。那这一支它是AP 跟香港御一钟表他们联名所推出的表款，在香港那时候当初限量大概是50只左右。那因为我非常非常喜欢它的宝盒的这个绿面，它也是我所收藏的第一支万年历的表款，也亲自跑到香港去拿表回，而且是当天往返，所以这一次对我来讲是开启了我另外一个收藏的里程碑，就是开始会买一些像素的表款。之前我都是以收迪案为主，所以我迪案的数量真的是蛮多的。那我这大概1年半左右，那开始收藏一些像素的基本款也好，那它的复杂功能表款也好。那另外一支表款就是这一支它是针对那个中国大陆所出的限量表款，当初去年是限量88只。那我还记得我跟我老婆到中国大陆去北京参加活动完回来，武汉肺炎就爆发，那爆发以后就几乎就不能出国了嘛。那这一支对我来讲还有另外一个意义，就是我公司挂牌是3月的时候挂牌，那 AP 他们的总经理 Jenny 特别为了我一直跟总厂催促说，希望就是在我挂牌那一天能够带上这一款表，也象征着我的公司的股票长红。那他们就在我挂牌的前一天帮我争取来了，领了表以后，隔天挂牌典礼上我就佩戴这一只表。这样，最近我还很喜欢的就是这一支 Remaster One， 这应该算是我第一支你说复古表款也好，复刻表款也好，觉得它非常吸引我，是它有一种很古典典雅的美。那尤其它的那个面盘这个颜色，是跟现在以运动表为主流的这个市场来讲的话，我觉得是反差非常非常的大的。看过这一款表介绍表就知道说，它是上面是玫瑰金，那下面是所谓的钢，所以我觉得它的以那个年代的设计来讲，我觉得是非常对我来说是非常前卫的。那包括它这个表耳的设计，我觉得非常的特殊。那另外的就是它后面这计时的机芯，我平常讲蛮让我惊艳的，因为大家对于假如有收藏过迪案系列，那或者是现在的1159来说的话，就会知道，尤其在迪案系列 AP 的计时是属比较生硬，我平常比较硬邦邦的。那1159它当然是推出全新的机芯，可是跟这款机芯比起来，我觉得这款机芯的美跟给我的震撼，我觉得几乎是可以媲美那个
朗格跟 PP 的计时，所以我还蛮推崇这一支表的。那我也希望说后面 AP 还是有这种比较复古的表款，那可以继续再出现在市场上。了解。那除了刚才介绍那几只表之外呢，在你现在带来这几只表里面，有没有哪一些是特别独特的？比如说制成啊，或者材料啊，或者是地区限定版，有没有什么特别稀有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AP 来讲的话，就是我觉得锻造碳那时候，我记得它第一款锻造碳是 Alinghi 针对那个帆船赛事所推出的。那这一支 Grand Prix 就是它第二支的锻造碳，我觉得这是以那个年代的 AP 来说的话，是材质上非常非常大的突破。那锻造碳这一款的材质，当然也为很多表友所争议。有的人说它不好保养，那有的人说它太脆，那容易裂，容易怎么样？那我觉得它这个还是跟你日常的佩戴习惯有很大的关系。那所以我觉得有锻造碳的朋友，我觉得就借由这个频道，就还是提醒这些朋友，就是佩戴的时候还是要很小心。虽然它很轻。那它这个材质原本就是比较脆弱一点的，那佩戴习惯，你说防水也好，或者是你日常生活的这些撞击的也好，我觉得还是要特别非常非常的小心。那另外一款，当然2008年推出的时候，也是算是震撼表界吧，这一款 AP 的 Survivor。那它取名叫这个名字，我觉得跟当年2008的金融风暴，我觉得还蛮相互辉映的哈。你要如何在金融风暴里面生存下来？所以这一支对我来讲意义很大。2008年 AP 推出这一支的时候，我还记得是放一个表柜，刚好是在专卖店的门口啊。那时候我的经济状况不好，我也还没有实力可以去购买这么昂贵的表。可是我只要去台北出差，一定站在店门口看这一支表，看到就是台湾全部都卖完了，那也就结束了。那我还记得当初这一支超定价，经销商卖到大概145万左右，超没有很多，那可是那年代要超定价的表款都是相当不简单的表款，所以这一款我觉得是 AP 的一个蛮经典离岸的一个代表作。那这边这8支的话，那就是所谓的 AP 它地区性的这些限量表款。这一支白色的是泰国的限量表款，那依序这一支是那个马来西亚，这一支是阿根廷，那这一支是美国57阶，那这支是日本银座，那这一支是印尼，啊这支就是比较著名台北101的表款，那这一支就是卡达。这些表款我觉得对我来讲意义很重大，就是表示我都有行骗这些足迹去拥有这些表款。所以为什么刚开始会为离岸所着迷？因为它针对很多地区也好，或者是很多特定的这些赛车选手，或者很多特定的专题去做他们的限量表款。那你要拥有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可能要有的你要亲自去拿表，那有的你可能要拜托人家帮你带回来。所以对我来讲，能够收藏这些表款，我觉得每一支都有故事。你们看到这边有8支，实际上8支它就有8个故事可以讲。所以我觉得这些是对我来讲是意义很重大的一些表款。了解。那除了收集完表之外，你有没有收集其他的一些产品的品项啊？其他的，比如汽车或者其他东西？那这些东西跟腕表之间有没有什么样的关联？这样子。我除了收藏腕表之外，我还有收藏玩具。那我的玩具是从前日本的所谓的那个年代的超合金，我从6岁的超合金玩具到现在我都还留着。对我来讲，它也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收藏，而且一收藏也是收藏个大概到目前为止是收藏大概40年左右。那我玩具曾经的高峰时期，收藏到我甚至可以去帮人家鉴定玩具的真伪，鉴定这个玩具的价格。那也就呼应了我现在收藏腕表，为什么我一旦要收 AP， 我收到很专，我想要把它收到精，就跟我收藏玩具的精神是一样的。我觉得一旦跨入哪个领域去收藏，我觉得既然要花钱，就不要半吊子，那要花钱花的有意义，而不是人家买什么我跟着买什么，人家收什么我跟着收什么。那我觉得这样就失去了我心目中收藏的那个精神所在。了
解，所以这个也是一种你可以提供给想要收藏表的人的一个建议嘛？对，所谓的你就是收藏想要收藏的。我觉得玩表重要的是过程，像我是一路从入门、中阶，然后到高阶，然后到顶。当然，现在很多我们整个经济状况也不一样的，那有很多年轻的这些表友，那他们经济状况比较好，更容易赚取这些表所需要的这些金钱，那所以他们喜欢一次就到顶，比如说一次就买劳力士，我一次现在大家喜欢 RM， 大家推崇 RM， 所以我就买 RM， 那大家喜欢精英，那我就直接冲精英，可是他们已经完全没有刚开始的这一段收藏的乐趣。那我是先从刚开始经济能力没有很好，买了第一支沛纳海，然后到后面经济能力慢慢变好，开始收藏一些高端的品牌，然后一些比较复杂的功能。那我觉得这个对我的整个收藏人生的历程来讲，每一段都有它的故事性。那每一段收藏的这些表款也好，品牌也好，甚至于功能也好，都代表了我每一个阶段对自己的期许跟成长。那现在很多电子媒体盛行，所以很多表友他们忽略掉买表要做功课的这一段。那我那个年代，我们自己都要做功课，因为社群媒体不发达，我们要手表的资讯，除了从杂志以外，那当然就是从玩表巴士社团中的讨论，我都会自己先做完功课以后，才敢去问前辈们。我觉得 PP 这一款好不好？朗格这一款好不好？甚至于格拉苏蒂这一款好不好？征询过很多前辈的意见以后，那我们才会付出我们的金钱去拥有这一只手表。那所以这种过程，我觉得是很有趣的。你藉由这个过程去了解品牌、了解功能、了解材质、了解它的市场行情、了解价格，甚至于建立起你跟表友、跟这些前辈们的互动。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也是收藏过程中最有乐趣的一部分。那我觉得很可惜，现在这一部分已经在这个时代已经被忽略掉了，大家都仅止于网络上的互动，要见面大家顶多有可能只是拍照。你说要很深入的聊到你对手表的喜爱跟互动，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我建议，假如说真的有朋友，你们真的想要接触玩表这一块，第一个当然先决条件一定要有一定的经济能力跟基础，再来就是试着自己做功课，那有耐心的去了解每一个品牌，而不是现在热什么我就买什么。那后面当你们已经买到顶端以后，你们会发觉说，我都已经买到顶了，那我接下来我还追求什么？对。那像你买过这么多表，那你有没有曾经转售啊，或者交换过人你所拥有的表？有我曾经转售过一只我最捶胸顿足的，并不是卖掉它很可惜，而是假如我撑到现在才卖的话，我赚很多钱。PP 的5712R， 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 PP 的精英非常非常的热。那我那一只5712R， 我还记得我只买了99万，我只要放到现在卖的话，我可能还可以再多一只 AP。对，结果我那时候因为喜欢收藏 AP 这些变种离岸的关系，我把它卖掉。我还记得我卖的价格是110万，虽然说还是有赚钱，可是跟现在对照比起来，并不是因为这只表我觉得很可惜，而是假如忍到现在才卖的话，我应该还会更多钱。OK， 那像你之前收集了很多表了嘛？那有没有哪一只表是你最梦寐以求的那一只表？那你是不是已经拥有它了呢？还是说你还在寻找这只表当中？我最梦寐以求的，当然就是希望AP 中厂能够帮我出一只属于我自己的客制化的手表。我觉得这是所有收藏家梦寐以求的事情。每个品牌到顶，就希望说这个品牌能否为自己出一只这种专属于自己的表款。那我觉得以现在集团化的形式来讲，你说立丰也好，那 Swatch 也好 ，LVMH 也好，我觉得他们都没有办法去做到这一点。那因为 AP 它是家族经营的模式，我觉得还有一点希望，哪一天真的可以请求总厂能够帮我做一只属于我自己的高端的万年历表款啊，只有我这一只属于我自己想要的功能跟材质这样子。了解。
下一个问题是，比如说我们身为一个品牌的粉丝，我们都希望说，这个品牌越来越好。那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啊？是你想要给 AP 的，让之后越来越多人可以都支持这个品牌？我觉得，这样说好了啦。现在 AP 为市场所诟病还是它投散率的问题。那我觉得现在当然 AP 这2-3年来都是在风头上，等于说是在市场上非常非常的热，为很多的这些表友所推崇。从前的 AP 最为人诟病的这种投散率的问题，很多表友跟我反映过。那我觉得总场可能就这一点来讲，我觉得可能还要再去深入去了解一下。那因为不能以我做标准，我运气比较好，100支里面没有所谓的投散率的问题，就没有发生过。可是我没有遇到，并不代表没有问题，还是有很多表友跟我反映这个问题，而且的确也很多经销商有反映过这个问题。那我觉得 AP 除了这点以外，其他的我真的觉得无可挑剔。对。好，那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你身为一个很专业的 AP 收藏家，那你有没有什么样问题想要问这个 AP 总公司的？我们会帮你把这个问题传达给总公司，然后请总公司的那边的人来回答你。OK， 好。那第一个问题，我想说就针对这个Remaster One 好了，会有 One 这个数目字，表示可能后面可能还会有2，还会有3。那总厂是不是有打算把这个所谓的我姑且把它叫 Remaster 系列好了，那做成他们的另外一个分支，然后来提供这些可能对从前的 AP 的这些复古表有兴趣的这些收藏家来收藏这样子。那第二个问题是 AP 当初大概10年前会为市场所津津乐道，当然就是这一系列这种所谓的变种的离岸的表款，因为它的辨识度高，而且它的个性风格非常的强烈，引起很多玩家想要去收藏它。这几年反而它的那个离岸已经销声匿迹的。那我想问总厂有没有打算再重启这个所谓的变种离岸的这个计划？那能够让我们这些收藏家，那能够再收藏到 AP 这种不同变种离岸的这个表款。第三个问题是，因为我已经收藏了100支的 AP， 在 AP 的这些收藏家里面，我不管说最厉害，可是也已经是算顶端的收藏家。我当然知道 AP 现在产能很满，身为一个顶级玩家，最终的心愿还是希望说总厂有没有这个机会帮我们这些顶级玩家制作出属于我们自己的表款。那当然我们不可能只是要制作一般计时的或一般3针的。那我来讲的话，我可能会希望有一支复杂功能万年历，可能再加上一些铂金这些高单价的材质，那拥有一支 AP 为我所做的这种我自己专属的表款。那不知道可不可行，不知道。那我是蛮想尝试的，问总厂这样子，对。好，谢谢今天你带来这样。谢谢。